How are you guys doing？ 我是树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工作室同仁购买了一个新的 Apple 的 M1 的 MacBook Pro 14寸的笔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开箱的过程，还有使用的心得，以及购买这个流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网络直接官网订购 Mac 的相关产品？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好，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它吧。那我们看了一下外箱的部分，稍微看一下它的 MacBook Pro 的一个 logo。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呀，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MacBook Pro， 看大大 logo， 好，背面。然后里面这个它的电源线说明书，大概是看一下它们里面的大概文件啊这些小东西。那后面这个是变压器的部分，哦，线材打开，看它的头。将这个豆腐头拆开来，稍微看一下里面的感觉，再放回去。那我们现在来拆开一下外包装，看起来好新啊，有没有？那质感摸起来就是不一样。啊，不同的孔位，侧边孔位，这线 MagSafe 要跟那个接在一起，充电器接在一起，就把它接上去。这是 MagSafe 新的部分，就这样连上去。哦，好，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第一次设定的这个流程。那基本上会你输入一些基本的一些资讯 ，WiFi 啊，不同的这些资讯。那在设定完这些个人资讯之后呢，那你还可以设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Siri 的声音，你要设定是男生还是女生。嗨，我是 Siri， 请选择你想让我使用的声音。嗨，我是 Siri， 请选择你想让我使用的声音。你可以稍后在系统偏好设定中更改。好，那在设定完 Siri 的部分，接下来你会设定这个 Touch ID 的部分，你在键盘右上方按这个 Touch ID。那设定完之后，你还可以设定这个深色模式。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比较一下2015 Early 版本的 MacBook Pro 跟2021具有 M1 Pro 晶片版本的 MacBook Pro 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会来看一下外观的部分。那第一个2015 Early 版本的 MacBook Pro， 很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灯光，它的白色 logo 其实会有一个灯光的效果。那我们再看2021的版本，很明显的会看到这 logo 是黑色的，它没有发光。这两者之间很明显的差距就是以前是有发光的，那新的2021版本它是没有发光的，它的 logo 就是很大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这一个部分。那还有另外一个，各位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边缘的部分，其实2015 Early 版本它是有一点弧度的，它的背盖是有点弧度的。
那再来看到2021版本呢，它的背盖其实是比较方正，那会比较平整。那这是这两者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侧边的部分。侧边很明显的，我们2015的部分它的厚度，它其实是比2021还薄的。那2015的部分呢，它这边是 Type A HDMI SD 卡，那2021部分是 HDMI、Type C 跟 SD 卡。那这个是侧面这边的部分。那接下来2015的部分呢，它旁边侧边这边是黑色的，而2021不是黑色的，这是一个小小的细微的一个差异，我们可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再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边的孔位的部分，那很明显的，它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是充电的部分的接口稍微有点不一样。那再来就是2015这边是 Thunderbolt 的部分，那新款的话这边都是2021都是 Type C 的接口。那再来就是2015这边跟2021都有这个所谓的音源接口。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B 面跟 C 面的部分。那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就是2015 Early 的版本，它其实呢会有所谓脱模的现象，很明显的。那这是早期版本的一个缺点。那外观上它是比较像是有个方正，还是有棱角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再来，我们看到2021的版本呢，它也是属于比较这种棱角啊，比较方正的造型。那这是两者的一个稍微的一个比较。好，那我们会发现呢，2015的它的边框占比它是比较宽的，那2021呢，它边框占比它是比较小的，它其实几乎满版的。看一看旁边这边也是。那这就是2021跟2015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满版，将近满版，一个是比较没有满版，而且还有点厚度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 面的部分，它键盘呢，很明显的2021跟2015最大的差异其实就是这个 Touch ID， 你可以透过这 Touch ID 进行任何解锁付款，那2015就没有这样的功能。那键盘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排2021的部分，它键盘其实按键是比较大的，可是在2015的部分呢，它其实按键第一排是比较小的，那就是这两者的比较主要的差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按钮的声音，它其实呢，我们会感觉到 Command 键，比如说我现在按这个 Command 键，再来我们再听到2021的版本的 Command 键的声音呢，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2021的是比较不是那么清脆，2015是比较清脆的，那这是最主要两者的差异。那再来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底座的部分，2015的底座这边键盘是银色的，可2021的部分底座这边是黑色的。那这是这两者主要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触控板的部分，触控板的部分这2015的它就是比较小，那2021的部分呢，整个就是大很多。那这就是这两者最大差异。2021的版本的触控板真的是大很多。那做完了一个外观的比较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会做效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比较。我们会使用 Adobe Premiere 做影片的输出，让你们感受到这个效能的差异。那在我们开始比较效能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 Spec 的部分。2021的版本它使用是 M1 Pro 的晶片，它是10核心的 CPU， 那它有 2.06 的 GHz， 那最多可以超频是 3.22 GHz， 那它有16核心的 GPU， 那它还有最重要的是16 GB 的 DDR4 记忆体。那再来呢，2015 Early 的部分呢，它使用是 Intel Core i5 的双核心 CPU， 它基本上它有 2.7 GHz， 它最高可以超频到 3.1 GHz。那它的 GPU 的部分，它是使用 Intel Iris Graphics 6100，那它还搭配的是8GB 的 DDR3 记忆体。那看完 Spec 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使用 Adobe Premiere Rush 做影片的素材的预览，让你们体会到影片播放的顺畅度，以及影片播放的一个声音的大小的一个感受度的一个差别。
那第一个我们会看到是2021的 MacBook Pro 的部分，所以你就要对自己的穿着要有一定的想法，怎么样穿你可以穿出你的魅力，怎么样穿可以呈现你个人的风格，可以帮助你自我显现。接下来会是2015 MacBook Pro 的一个 Preview 预览。穿着要有一定的想法，怎么样穿可以穿出你的魅力，怎么样穿可以呈现你个人的风格，可以帮助你自我显现。所以大家可以很明显感觉到，2015 MacBook Pro 呢，它其实影片会比较卡，它声音是比较空泛的。那2021的 MacBook Pro 呢，它是影片跑也是蛮顺畅的，它声音也相对比较饱满。那这是两者之间比较大的差异。接下来我们会使用 Adobe Premiere Pro 做一个影片素材的预览及输出，那你们知道大概输出会需要花多久时间？那第一个部分的话，你会看很明显，影片的预览素材的部分，它其实呢，2015是蛮卡顿的，但是2021其实就整个很顺畅，没有所谓音轨跟声音还有影片之间没有说所谓的不相符合这样的情况。好，接下来会是影片输出的部分。那影片输出我们是输出 4K 的档案。那基本上我们在2015的部分，它输出这次花太久时间了，跑了将近大概50分钟。那2021的部分呢，就跑比较快，我们跑 4K 输出大概只需要花大概15分钟左右，就把影片这样输出完成。我觉得这两者的差异是非常明显。那做完两者之间的比较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我个人认为呢，以外观的部分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2021的版本。那2021的版本它其实比较平整，那比较没有弧度，我比较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感觉。但是呢，我个人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2015 Early 的后面的白色 logo， 而且它会发光，超酷炫那种感觉。那这是外观的 A 面的部分。那 B 面的话，我觉得萤幕的占比比较宽，我个人还是喜欢2021这种宽宽的感觉，跟以前比就是差蛮多的。那再来就是触控板的部分，触控板的部分我真的觉得2021比我们这一个之前2015 Early 版本真的是大蛮多的。我个人真的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大的感觉，比较好操控。再来是键盘的部分，那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以前2015 Early 版本的键盘，它按起来其实真的比较清脆，不像2021的版本按起来其实有点闷闷的。好，那这是键盘的部分。接着，那它的孔位的部分呢？我个人是觉得2021的版本它几乎全部都变成 Type C 的孔位，对我来讲很不方便。因为其实我很多装置还都是 Type A， 有时候我接滑鼠接什么东西。那像旧的版本它还有保留 Type A，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真是比较方便。那我个人认为这是2021版本的小小的一个缺点啦。那讲完外观的部分之后，接下来我们讲效能。那效能在实际操作的体验，不管是操作的流畅度或者输出影片的时间长短，其实呢，2021的版本都是远优于2015 Early 的版本。那以上这是一个我个人心得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以上我们只介绍到这边。那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开箱，我们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